这是一所德国顶尖的贵族名校，堪比百万富翁的小宇宙。在这里读书的学生非富即贵，有豪门球队教练的儿子，迪拜酋长的表亲，甚至还有财富超过皇室的本地权贵。他们每天的任务不是学习，而是参加派对、吃喝玩乐。但有一个人的存在却是个另类。他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靠奖学金一路过关斩将来到这里。别人背着限量款名牌包包，而他却挂着缝了又缝的麻布袋。他想改变命运，并非巴结权贵走捷径，而是把麦克斯顿这所名校当入场券，用不到1年的时间考上牛津大学。然而路比的计划却因目睹了一个秘密差点泡汤。新学期开学第一天，路比跟以往一样坐公交车来到学校，没想到刚到门口就被豪车溅了一身水。豪车主人正是拥有绝对权力和金钱的伯父家族，这个家族有一儿一女正在这里读书，而路比恰恰是因为看见了这个家族的秘密，才搅乱了他平静的生活。某天他意外撞见苏腾老师和莉迪亚伯父抱在一起，这件事一旦曝光就会成为整个伯父家族的丑闻。莉迪亚哭着去求哥哥让他想办法，詹姆斯了解后化身护妹狂魔，直接去找了路比。Dürft ihr eure Freundin kurz entführen? Klar。詹姆斯虽然是这所学校的校草，却也集合了有钱人的所有缺点，不仅自大傲慢，还愚蠢无知。在学校的日子，路比一直努力扮演小透明，不跟他有任何交集，没想到还是没能躲过去。詹姆斯把他带到一个无人小角落，二话不说拿出一沓钱放在路比手里。Hast du uns ins Büro gesehen, hast es nie passiert. 见他不为所动，詹姆斯以为他嫌少，又从怀里拿了一沓钱出来。他承诺只要路比保守秘密到学年结束，到时还会再给他双倍报酬。Du bist ein noch größerer Arsch, als ich dachte. Warte, wir sind hier noch nicht fertig. Ich weiß, dass du das Geld gut gebrauchen könntest. Für einen Rucksack, vielleicht. Ich habe aktuell 17 Pfund und 28 Pence in meinem Geldbeutel. Das ist mehr, als ich brauche. Das ist dein Ernst? 路比受到羞辱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略带轻蔑把钱扔在他面前。放学后他第一时间赶到打工的餐厅，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数着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那才叫踏实。他积极打工不是为了给自己买新书包，而是要给瘫痪的父亲安装升降椅。父亲几年前因为一次事故双腿截肢，自此之后就再也没去过楼上。虽然家里日子过得清贫，但一家4口每天在一起其乐融融。只要路比能顺利进入牛津大学，一家人的命运也会跟着彻底改变。苏腾老师的私生活跟路比无关，但此前牛津的入学推荐信曾拜托他帮忙写，一旦丑闻曝光，他的推荐信也将毫无意义。为此路比决定找校长帮忙，然而还没到办公室却被人拽进了小黑屋。Jeder Mensch hat einen Preis. Was ist deiner? 路比依旧轻蔑地看着他，没有言语，而他的表情也着实让詹姆斯不爽，甚至直接把外套脱掉，想要施展美男计。Wenn du noch einen Schritt näher kommst, trete ich dir in die Weichteile. Dann komm mal endlich zum Punkt, Robin. Ich heiße Ruby, verdammt nochmal. Ich habe nicht den ganzen Tag Zeit. 听到楼梯有声音，路比慌忙把人扯到角落里。他一不要钱，二不要人，唯一的条件竟是让詹姆斯离自己远点。但没想到下午他竟然主动送上了门。1年1度的棍网球比赛开始了，这次依然是麦克斯顿和老对手的较量。虽然詹姆斯傲慢又自大，但在他的带领下，学校棍网球队已经接连3年蝉联冠军。他没想到刚说要保持2米距离的路比竟然也来了，还和队友谈笑风生。他一时分神，让对手有了可乘之机，完全没想到路比来这里并非是看比赛，而是找校长写推荐信。校长明白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但他家里并没给学校捐过钱，不足以让自己给他介绍信，除非他能把迎新晚会办得有声有色。虽然筹备活动的活很累，没人愿意干，但一想到马上就能拿到推荐信，路比还是相当高兴。然而詹姆斯却在赢球后过来质问他刚刚和男同学在热聊什么。Keine Ahnung, was du vorhast, Belle. Und ist mir inzwischen auch egal. Jemand wie du kann jemand wie uns nichts anhaben. Du bist ein Niemand, aus einem namenlosen Kaff, ohne Geld und ohne Beziehung. Also tob dich ruhig aus. 此时的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就像路比被羞辱后的内心写照。不过他还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迎新晚会的筹备上。很快验证成果的时刻到了，能否拿到校长的推荐信就在今晚。刚开始一切进展还很顺利，校长对此也非常满意。突然音乐转变，一群社会青年衣着凌乱在舞台上劲歌热舞，高大上的迎新会瞬间变得低俗不堪，毋庸置疑是詹姆斯搞的鬼。校长把他和路比都叫到办公室，暂停了他棍网球队的所有活动。至于路比的推荐信，自己也不会帮他写，除非他说出跟詹姆斯之间的恩怨。路比并没有把那个秘密说出来，而是承诺接下来的筹款晚会自己一定会办好。他的回答完全出乎詹姆斯的预料，没想到他会为了保守秘密而不要推荐信。校长并没有继续追问缘由，而是让詹姆斯协助晚会事宜，以此弥补他犯下的过错。Ich kann jemanden vom Komitee nicht gebrauchen. Er ist unzuverlässig und arrogant. Wir haben nichts miteinander gemeinsam. Ich hoffe, du bist zufrieden mit dir. Amüsiert trifft sie, ja. Du
Du kannst hier so rumtönen, wie du willst. Ich habe keine Angst vor dir. Tob dich ruhig aus. Du willst Krieg, Ruby Bell? Kannst du haben.詹姆斯因搞砸迎新会被校长惩罚，让他协助露比筹备接下来的筹款晚会。要知道，这所学校的学生平日都是吃喝玩乐派对加持，策划活动这种累活从不参与。詹姆斯家族每年都会给学校捐数百万美元，从校服到租金都是他家赞助。校长的话他当然不会放在眼里。他像往常一样去球场训练，却被告知必须去找庆典委员会报道，而且整个学期都不能参加棍网球比赛。詹姆斯不得不服从安排，因为下这项指令的正是他父亲。然而他非但不反省，还把错都归到露比头上，不管妹妹如何劝阻都无动于衷。Provozier sie nicht. Dass sie bis jetzt dicht gehalten hat, ist reines Glück. Sie denkt, sie hat gewonnen. Erwartet, dass ich aus der Offensive gehe, aber sie hat keine Ahnung, mit wem sie sich anlegt. Dieses Spiel gewinnt sie nicht. 此时露比正和同学探讨筹款晚会的设计海报，大家一致认为黑白主题最合适，不仅优雅简洁，还囊括了真实与虚伪的含义。但詹姆斯却嘲笑他们品味老土，没有任何创意。麦克斯顿是一所百年名校，举办活动的礼堂又端庄大气，非常适合办一场以维多利亚时代为主题的晚会。着装要求必须符合那个时代的典雅，餐桌装饰也要选择带花边的餐巾，配上烛光和古典交响乐，一定可以轰动全场。至于着装设计，詹姆斯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见他3两下就画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裙子，就连配饰如何搭配也做了详细说明。在此之前，露比一直认为他是个草包富二代，没想到会有如此出众的绘画技能和想法。虽然全票通过采纳詹姆斯的建议，但设计海报的古典裙子却没了着落。好友建议他去求詹姆斯帮忙，因为他家创立了英国最古老的奢侈品牌，收藏的服装都有数百年的历史。没办法，露比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詹姆斯，希望他能允许自己去拍几张照片。Könntest du deine Eltern fragen, ob wir dafür in die Sammlung dürfen? Tut mir leid, das kann ich leider nicht. Du meinst, du willst nicht? Egal ob können oder wollen, Ruby Bell. Meine Antwort bleibt die gleiche. Aber ich bin mir sicher, eine kompetente Teamchefin wie du findet dafür eine Lösung. 就在露比焦头烂额之时，喜欢服装设计的妹妹决定帮她试试。妹妹熬了整整1天1宿，终于做出一件媲美艺术品的古典连衣裙。露比迫不及待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到群里，然而就在她熨烫时却发生了意外。她因分神看手机忘了手上的工作，好不容易赶制的裙子竟然被烫了一个大洞。这件事还没得到解决，在课堂上她和詹姆斯又因对金钱的观念发生争执。Dein Name, dein Erbe, deine dummen kleinen Streiche, das zeigt doch nur, wie leer du bist. Und deswegen wird sich nie jemand für dich interessieren, sondern nur für dein Geld. 从来没有人当詹姆斯的面说实话，更没人当众说他痛处让他下不来台。他一怒之下离开教室，靠派对热舞继续麻痹自己。他的愤然离场让露比突然生出一抹愧疚，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跟他道歉。Es tut mir leid. Die viktorianische Party war wirklich die bessere Idee. Natürlich ist sie das. 露比难得主动道歉，这次詹姆斯没有再剑拔弩张，而是问他礼服准备的怎样。露比一脸无奈地说被自己不小心烧了，不过也无所谓了，一个人不可能每次都是赢家。在他脸上，詹姆斯看到了之前从未见过，或者说是曾经忽略的神情，心里突然涌现出一股莫名的情绪。回家后，他翻出画本放纵自己的心意，随意勾勒，跃然纸上的竟是露比那张清晰无比的脸。然而怦然心动的感觉才刚刚浮现，父亲竟然安排了一场门当户对的相亲。女方家族的财力富可敌国，又是名门贵族，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詹姆斯妻子的最佳人选。曾经詹姆斯以为人生这盘棋只有输赢2种结局，而伯福家族的人永远都能屹立不倒。直到遇到露比，他才意识到还有第3种平局的结果，就是剑拔弩张的两人相视而笑的时刻。他并没对相亲对象动心，而是推翻自己之前的言论，决定带露比去收藏室参观那些价值连城的礼服。而露比得知他已经到了家楼下时，一向冷静的他竟也乱了方寸。他小心翼翼坐上车，系好安全带，生怕出错被人笑话，但随之而来的尴尬却更让他不知所措。露比没想到詹姆斯会改变主意让自己去收藏室参观，更没想到他会亲自来接自己。詹姆斯表示只是拍几张裙子照片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然而这个话题结束，车厢里又是一阵尴尬。最后还是露比率先打破沉默，跟他求证关于他的传言真伪。Ist es wahr, dass King Charles sich bei euch seine Anzüge machen lässt? Ja, vielleicht treffen wir ihn heute, dann musst du knicksen, das weißt du, oder? 在看到詹姆斯坏笑后，露比才知道自己上了当。正在这时，司机突然一阵急刹车，座椅中间的画本不小心掉在地上。露比清楚看到那竟是自己家房子的画像，很明显是刚刚詹姆斯等自己时所画。詹姆斯脸上写满了被看穿的不自在，但露比的嘴角却不受控制上扬，发现他小秘密的同时也认清自己的内心。很快两人到了詹姆斯家的收藏馆，露比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完全被里面的陈列吸引。这里不仅有价值连城的古典衣裙，还有各种名贵的艺术品。其中一条裙子曾借给国家博物馆展览，露比陪喜欢时尚的妹妹去看过2次，所以印象十分深刻。征得同意后，露比赶忙拿出手机拍照，却不敢太靠前。
这条裙子的价格比父母1年的收入还要高，他可不敢随便碰触。然而詹姆斯看出他眼底的喜欢，非要他去试穿不可。Wenn du's auch tust. Cold bones. Yeah, that's my love. 当露比穿上那条裙子缓缓走下楼梯时，詹姆斯的心跳突然漏了半拍，视线被他牢牢锁住。虽然赞美的话没说出口，但眼睛里却写满了惊艳。他知道露比家人一定想看他现在的样子，于是让工作人员给他多角度拍照留念，自己则偷偷钻进镜头，成功混了几张合照。身着古典服饰的两人仿佛是童话里的公主和王子，正等待一场属于他们的开场舞。当詹姆斯单膝下跪亲吻露比的手背后，两人瞬间碰撞出爱的火花，但美好气氛却因詹姆斯父亲的出现瞬间破灭。Dürfte ich erfahren, wer das ist? Ich bin Ruby Bell, Sir. Ich arbeite mit Ihrem Sohn im Veranstaltungskomitee. 詹姆斯父亲不仅没把露比放在眼里，还无理地说这条裙子适合女王而不是丑小鸭。露比强忍泪水不让自己哭出来，但让他心寒的不仅是被人当众羞辱，还有詹姆斯默不作声的态度。他换下裙子，整理好情绪走出来，挺直腰杆走到了詹姆斯面前。Vielen Dank für die unvergessliche Erfahrung. Schöne Grüße an King Charles. 露比并没有让司机送自己回去，而是选择坐火车，这才是他这种人出行的交通工具。回来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然而好不容易平复的心情却又起了波澜。第二天，他刚到学校就感觉同学看他的眼神不对，走进大厅才发现，和詹姆斯的合照竟被做成筹款晚会的海报。以前在学校，露比一直都是默默无闻，这次之后，他瞬间成了大家谈论的焦点，贫困的家境也成了谈资。他指责詹姆斯不该自作主张设计那张海报，更眼含热泪地表示要跟他回到以前的关系。Zum Vorher? Zur Zeit, als du noch nicht wusstest, dass es mich gibt, ging's mir definitiv besser. 放学后，詹姆斯直接找到露比家里，为父亲的态度以及自己的无动于衷道歉。他把那张海报印出来，就是想让露比知道自己跟父亲不是一类人，而且也不想回到以前那种剑拔弩张的关系。Ich passe da nicht rein und ich will's auch nicht. Ich habe meine eigene und die bleibt nur heil, wenn ich mich voll konzentriere und mich von Leuten wie dir und Cyril fernhalte. 露比哭着说，他只想继续保持小透明的身份，但詹姆斯却表示，在自己心里，他早就不是一个透明人了。这种近乎告白的话让露比又惊又喜，尤其当詹姆斯把那条裙子寄过来时，他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情感。所以在詹姆斯邀请他来参加派对时，露比毫不犹豫答应了。然而他被暂时的喜悦冲昏头脑，完全忘了他们之间那条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两人在舞池跟着音乐肆意摇摆身体，距离越来越近。但此时詹姆斯的相亲对象却假装不小心，把整杯红酒泼到露比身上。而在他准备去拿外套时，一个公子哥却直接把露比丢进泳池里。詹姆斯二话不说，直接跳进水里把人救上来。然而露比却浑身发抖，惊恐万分，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詹姆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嗜血的眼睛死死盯着始作俑者。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受惊的露比。他把露比小心翼翼抱上车，之后又把自己的帽衫给他套上，一只手放在他腿上给予安慰。情绪缓和后，露比才说出他怕水的原因。原来小时候他意外落水，父亲为了救他双腿不幸被螺旋桨绞断，落下了终身残疾。一向坚强的露比第一次在外人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更是毫无防备倒在了詹姆斯怀里。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让两人的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Soll ich noch eine Runde um den Block drehen, Sir? I found love where it wasn't supposed to be. Ich weiß nicht, was ich hier gerade mache, Percy. 昨晚詹姆斯奋不顾身跳水里把自己抱出来的画面，露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会心跳加速。而詹姆斯也是彻夜未眠，脑子里一整晚都是露比妙曼的身姿。从小被父亲当作继承人培养的他，总以为了解所有失控的途径。而直到看见露比被丢进水池的那一刻，他才终于尝到情感失控的滋味。也是从昨晚开始，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发条消息都能让彼此嘴角抑制不住上扬。来到学校后，詹姆斯已经在门口等着露比，两人肩并肩有说有笑走进来时，果然引起了不小轰动。虽然昨晚露比没有走光，不过詹姆斯抱着她离开的照片却在网上传疯了，现在已然成了大家谈论的焦点。甚至有女生当面嘲讽露比手段高明，竟然用这么低劣的方式来钓金龟婿。露比再也无法保持小透明的身份，走到哪里都有人对她评头论足。不过有詹姆斯在身边，这种被过度关注的感觉似乎还能忍受。现在策划筹款晚会事宜，詹姆斯都积极参加，只为能多和露比相处。就连他和别的男生多说几句话都会冒酸水，不过他却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吃醋。从小到大，詹姆斯参加了无数个派对活动，这次筹款晚会是他第一次充满期待。但更令他惊喜的是，那天恰好还是露比的生日。Dann komme ich auf jeden Fall pünktlich. Versprochen. Ey, mit wem willst du sonst deinen ersten Tanz haben? Oder würde mir schon jemand einfallen?
就在两人眉目传情之时，同学慌忙跑过来让他去验收新鲜食材。露比没想到他们把新鲜2个字理解得如此透彻，竟然搬来10几笼活蹦乱跳的鹌鹑。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竟然亲力亲为，扛着鸟笼大摇大摆走在校园里。然而回到家，一场危机却正在等着他。家族的新品发布会和筹款晚会恰好是同一天，结束后还有一场盛大的晚宴。听他说要去参加学校的筹款晚会，父亲直接把他和露比的照片丢出来让他选择。Eine Verliebtheit, an die du dich in 2 Jahren schon nicht mehr erinnerst? Oder deine Familie? 很快，露比的生日到了，家人送了他一直想要的牛津入学准备书册，而詹姆斯则送来一个全新的真皮书包，上面不仅印了露比的名字简称，里面还放了一张他的画像。露比整颗心已经完全迷失，并不知道两人之间最大的考验即将到来。筹款晚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但此时笼子里的鹌鹑却飞得到处都是。Erledigt. Na, worauf wartest du? Und, hey, Ruby. Happy birthday. 詹姆斯挽起衣袖加入了抓鹌鹑行列，哪里还看得出豪门继承人的形象？休息时，他贴心把露比头上的鸟毛拿下来，放在手里舍不得扔掉。他艰难开口说今晚不能来参加晚会，要去参加家族发布会的晚宴，但却表示自己并不想继承家业，也不想去牛津大学。之前露比说的没错，除了姓氏他一无所有，表面看起来他拥有很多特权，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但这些都是因为家族的光环。Was würde dich glücklich machen, wenn du alles tun könntest, was du willst? Ich weiß nicht. 詹姆斯至今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却清楚自己不喜欢经商。露比鼓励他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或许那时就会豁然开朗。晚会开始前，露比去找了校长，说晚会的想法是詹姆斯想出来的，如果晚会举办成功，希望能让他回到棍网球队。露比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时间跟校长要的不是推荐信，而是帮詹姆斯完成心愿。另一边，去参加发布会的路上，詹姆斯和妹妹都心事重重。他一心想去参加筹款晚会，而妹妹则想得到机会参与家族事业。无奈父亲重男轻女，根本不给他机会。詹姆斯反复转动手里的鸟毛，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叛逆一次。从小被当作继承人培养他，从来不敢忤逆父亲的意思。这次为了露比，终于勇敢了一次，也如愿跟他跳了第一支舞。Was machst du hier? Wir haben noch genau 3 Stunden, bis dein Geburtstag zu Ende ist. Ich würde vorschlagen, dass wir die Zeit genießen. Ruby, Jemima, Belle. 然而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又一次被打断，不过这次是保险丝断了。两人手拉手去地下室打开备用电闸，在昏暗的灯光下，2颗躁动的心再也无法控制。So sieht das also aus, wenn du weißt, was von dir erwartet wird. 父亲的出现瞬间把两人打回了现实，露比慌忙跑回大厅，而詹姆斯则被冷漠的父亲带回了家。父亲大声斥责他一无是处，只会谈情说爱，这些詹姆斯都能忍受。然而当他贬低露比是个拜金女，想要靠傍富豪往上爬时，詹姆斯再也忍无可忍，让他闭嘴。 Bitte? Wenn noch einmal über Ruby sprechen wollt. 司机第一时间冲过来挡在詹姆斯面前，他从小看着詹姆斯长大，看着他被培养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直到露比的出现才让少爷脸上频繁出现笑容。这些转变司机都看在眼里，只是不明白一个父亲为何不懂儿子真正要的是什么。然而詹姆斯的痛苦才刚刚开始，父亲威胁他马上跟露比分手，否则不光让他拿不到奖学金，失去进大学的资格，就连他家人也要受到牵连。他家那栋小房子已经18年了，还没还清房款，只要一通电话就能让他们全家露宿街头。Ich nehme ihr Leben auseinander. 此时的露比并不知道两人之间最大的考验即将到来。由于晚会办得非常成功，校长履行承诺，把牛津大学的推荐信给了他。他迫不及待把这个好消息跟詹姆斯分享，然而发出的消息却是已读未回状态。沉浸在喜悦中的他并没有多想，在学校看到詹姆斯刚想上前说话，没想到他却视而不见，直接走出去。所有人都看笑话一样窃窃私语，毕竟今天之前两人还像在热恋一样。露比不甘心去找了詹姆斯，质问他为何对自己不理不睬。詹姆斯盯着那张让他心动的脸，久久说不出话，刻意保持冷漠的外表下，却是一颗疯狂滴血的真心。Hast du gedacht, dass wir jetzt endlich bald über Blumenwiesen laufen oder was? Es war nur ein Kuss. Es war mehr als ein Kuss. Hast du nicht ernsthaft geglaubt, dass jemand wie ich und jemand wie dir das jetzt sein kann? 他不敢告诉露比实情，不敢说是受到父亲的威胁，最后只能用玩弄感情当借口让露比恨他，用这种方式保护心爱之人不受到伤害。露比强忍泪水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放声痛哭。曾经那些甜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拼命想要忘掉，却越来越深刻。但他并不知道，詹姆斯的痛苦并不比他少。
违心说出那种话不仅伤了露比，也刀了自己的心。自此之后，两人在学校就像陌路人一样，不是恋人也不是针锋相对的冤家。露比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但经过和詹姆斯那一段情，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透明人了。几个女生故意走过来讥讽，嘲笑他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现在却落得被甩的下场。Whatever, Elaine. Du kannst ihn haben. Er gehört dir. 在外面，露比还能假装坚强，但回家看到詹姆斯给自己的那张画像，心里却还是一阵阵疼痛。他本想把画撕碎扔进垃圾桶，最后还是不忍心锁进了抽屉里。露比的心情接连几天被阴霾笼罩，终于在这一天见到了光亮。他如愿收到了牛津大学的面试邀请。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不小心烫坏的那条裙子，经妹妹巧手修复，竟然卖出500块的高价，而这笔钱正好可以给父亲买生姜。另一边，詹姆斯也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牛津面试。这时母亲走过来，递给他一块怀表，说外公就是带着这块表通过了牛津大学的面试，之后把表传给了自己，他希望也能给詹姆斯带来好运。然而詹姆斯并不想如父母所愿，去念名校回来继承家业，所谓的好运对他来说更像是种负担。Deine Eltern waren in Oxford, ihr wart in Oxford. Natürlich gehe ich auch nach Oxford. Du hast die Firma übernommen? Natürlich übernehme ich die Firma. Den Satz brauche ich wieder abziehen. Ich werde schon nicht aus der Reihe tanzen. Liegt nicht in meinen Genen.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和母亲的不欢而散，将会成为终生的遗憾。终于到了面试这天，所有接到通知的学子都充满期待来到牛津，露比当然也不例外。刚下车就有一个帅气学长主动过来帮忙拿行李，还热心指点宿舍的所在位置。露比按照指示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宿舍，但没想到住在对门的竟然是他最想避开的人。Where are you going? 露比匆忙逃回自己房间，第二天更是像做贼一样悄悄出门，就怕会跟詹姆斯撞到一起。直到踩在牛津大学的草坪上，露比才露出充满希望的笑容。几百年来，这里培养了许多名人，想到自己也可能跻身这些人的行列，露比脚下的步伐也显得无比轻快。他兴奋地环顾四周，一时忘我，差点跟人撞上。而此人正是之前帮忙拿行李的学长。热心肠的学长带着他四处参观，介绍面试需要注意的事项。露比听得津津有味，可不远处詹姆斯却看得醋意大发，无奈他已经没有资格把露比抢走，就连坐在他身边的借口都没有。很快到了露比的面试时间，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在经过詹姆斯身边时，他却突然伸出手。虽然面试之前很紧张，但在面试过程中，露比却表现得非常优秀，侃侃而谈的样子让面试老师忍不住刮目相看。然而这还只是第一轮考验，能否进入牛津还要看后面的表现。晚上学长带着露比去酒吧放松，没想到刚进来就看到詹姆斯开怀大笑，而詹姆斯显然也看见了他。见他和学长有说有笑，詹姆斯只能一杯接一杯喝闷酒，但他并没注意到露比也时不时在偷看他。詹姆斯的背影让露比心烦意乱，最后借口去外面透气逃离座位，没想到却意外撞见詹姆斯妹妹在嘔吐。Wenn du was gegen Regelschmerzen. Ich habe meine Periode schon seit 2 Monaten nicht mehr. 这个秘密比露比当时办公室里撞见的那一幕还要炸裂。尽管两人并不是朋友，但莉迪亚的能力露比都看在眼里。她坚韧有毅力，是富二代里最出众的女学霸。露比相信她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结果都不会太差，因为她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Ich glaube, ich kapiere langsam, warum er dich nicht vergessen kann. Du gibst ihm das Gefühl, dass alles möglich ist. Egal, was für eine scheiß Illusion das ist. Wovon redest du? Willst du mir sagen, dass du nicht merkst, wie er leidet? 露比不明白，分手明明是詹姆斯提出来，他为何会感到痛苦？莉迪亚无奈地表示，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妹妹的话让露比彻夜难眠，她很想找詹姆斯问个清楚，但趴在门口听见他的脚步声，还是没有勇气推开房门。而詹姆斯同样在门外徘徊，最后还是当了一回逃兵。第二天，经过紧张的第2轮面试后，大家聚在一起等高年级学长传授经验。詹姆斯盯着露比旁边的座位半天，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要坐过去，没想到却被人捷足先登。Sollen wir mal durchsitzen? Schon gut. 原本对这个学长就有意见，现在詹姆斯看他更加不顺眼。提问环节他不停针对打断对方发言，在露比看来就是在故意捣乱，而且他的言论越来越像他父亲。不提父亲还好，一提到这个人，詹姆斯眼睛里都能冒出火花。Okay, wollt ihr das Halt die vielleicht? Klappe, du Clown. Lass ihn in Ruhe. Was, störe ich euer erstes Date oder wie? Warum bist du überhaupt hier? Du machst alle um dich herum klein, stößt alle weg von dir, damit keiner merkt, dass du in Wirklichkeit nichts als so ein Feigling bist, der lieber die Marionette für andere spielt, als für das einzustehen, was er wirklich will. 这次露比依旧抽到了詹姆斯的痛处，但选择逃跑的人却是他自己。詹姆斯一路追出去跟他解释，承认他说的那些话都对。从小到大自己都是一个懦夫，受父亲摆布不敢反抗，就连喜欢的人都保护不了。Wovon redest du? Vergiss es.
Red doch endlich mit mir, anstatt in irgendwelchen bescheuerten Rätseln zu sprechen. Du machst mich wahnsinnig! Du machst mich wahnsinnig. Weißt du eigentlich, was du die ganze Zeit mit mir machst? Meinst du, es ist leicht für mich, dich täglich zu sehen, neben dir im Klassenzimmer zu sitzen, deine Stimme zu hören? Schwachsinn. Du kannst nicht einfach mit mir Schluss machen, mir vor deinen ganzen Freunden bloßstellen, dann so tun, als hätte ich die Situation missverstanden.露比气得想赶紧回到房间，不再跟他多说一句话。然而这次詹姆斯却不打算再放手。露比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不能再被他伤害。而直到此时，詹姆斯也终于说出了实情，自己是为了保护他和他家人才跟父亲妥协，被迫提出分手。露比听后泪流满面，两人之间的误会彻底解除，感情也急剧升温，彼此承诺不管以后的路有多么艰难，都要携手一起面对。很快，最后一轮面试结束了，两人依依不舍各自回了家。但詹姆斯刚回来，却惊闻母亲中风去世的噩耗。他在父亲脸上不仅看不到一丝悲伤，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事。这一刻，詹姆斯压抑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他一拳拳发泄心中的怒火，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座牢笼。他跌跌撞撞去了露比家，却站在门外迟迟不敢进去。露比父亲的升降椅终于安装好，时隔多年，他又一次来到楼上，一家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充满爱意的画面让詹姆斯十分羡慕。手里紧握母亲留给他的怀表，他终于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明白自己必须要做出改变。We slowly drifted away. And every plan that we made and dream that we chased are just memories now. They're just memories now.